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有多在意你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对于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好，首先来抽到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抽到的是恋人。好，那首先如果说，你对于你心中所想那个人的想法的话，恋人大概会有分几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在普遍来讲说，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许双方之间是处于在一个非常高度暧昧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有名无分的状态，那少部分的人的话，或许现在你们的关系是属于在一个非常有的人可能是第三者吧，这样的情，就是说两之间其实相处上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是非常的融洽，是非常的密切啊，非常的贴合，甚至有的话，这段关系可能不一定有承诺，但是是一定可以得到对方很多的关爱跟照顾，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说你面对于这个人，你会觉得呢？你对他的想法是说，你觉得他本身可能是中央空调，或者说还蛮容易跟别人暧昧，或者是很容易会跟别人有比较多的那种亲密关系的相处，或者是他很容易会对别人好，或是说他这个人本身的眼神很会放电，然后或者是他这个人的外表的状态的话，可能是比较符合你心中的类型的。那所以这是第二种解释。那第三种解释就是有可能这个人本身他非常的会沟通，能言善道，然后说话部分的话，可能蛮会讲一些甜言蜜语，就是说本身会有一种比较海王的性格，或者说像是绿茶婊的这种的状态，就是说觉得这个人他讲话上面话蛮容易会去吸引到异性，或者是说他所喜欢的那个性别人的那样的讲话的方式，或者说他的那个装扮的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本身上面来看的话，对于你来说会非常具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那但这会分3种，就主要是说看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解释。因为恋人牌的话，它本身的含义是其实还蛮多的，不过至少也可以知道说，你们本身对这个人的想法上面的话，基本上算是还蛮不错，不会到太糟的。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这样抽到的是这一张哈。好的，那这张的话力量就代表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你们或许有可能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有时候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或者会被对方给牵制住，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上面很容易会受到对方的影响，这是第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也或许你是本身会去牵制得了他，然后他会为了你而去改变，或者说他会去特别在乎到你的心情。也就是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一定是在双方之间两个人可能相处上面的话是有一个比较上对下的感觉，或者说有一方去控制着另外一方的这个状态。那这边看起来就是虽然很希望可以去改变这段关系，可是或许有一些的状况之下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或者说本身内在的条件，或者是本身的情境状况之下的话，是没有办法
去做任何的改变，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调整的。所以对于说目前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以去掌握得到。然后再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本身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强势的情形，就是他会希望他提出意见是对方一定要听他的，可能不一定对方是能够接受，或者说对方是一定能够理解，但是还是会希望呢，对方是能够依照他所想的方式去做。然后再就是另外一部分来看，有可能这个人他本身还蛮懂得去说服别人，或者说蛮懂得去用对方法，然后来去让别人去听他的，或者说依照他的做法。所以看来其实这个人本身在对待于身边的人事物的话，是非常有他的一套的技巧。好，看一下你们现在所讲这个人，应该可能蛮聪明的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星星牌，哇，看起来你们对说这个人的想法都是蛮好的耶，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有在联系中，还是说都一直有跟对方保持还不错的状态。那星星牌的话，就意味着说，第一个解释就是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会还蛮有希望，可能可以继续往下走，但是有个要让你们觉得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有可能随时会被对方给抛弃掉。就是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面会比较担心，因为你们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好奇心而已，然后对方是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或者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所以你们会非常的担心跟担忧，自己是不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有可以占上风的这样的状况。那第二种解释是说，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或许这段关系是有一点的差距，或者是说会有一个隐藏性的风险。这个差距跟隐藏性的风险，你们本身应该知道是什么。洋洋有点不太确定，因为要看每个人的感情的状况。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本身可能有跟你说明清楚说，可能这段关系是只能走到了一个界限，或者说只能走到一个期限，或者是有一个没办法跨越的那一条的横沟。对，那可能要跨越这横沟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所以关系都只能一直在维持现况来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们就本身会蛮担心，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就这样结束了？会不会是有一天你可能踩到对方底线，然后对方就不爽，人就不见了，或者是这段关系就会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就是会有这些很多的预设的想法，或者说会非常的害怕这段关系是不是有一天会就这样子消失？这对你来讲话是心里面一直隐藏着。可能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这个风险，所以看起来你们本身对于这个人想法的话，虽然好像都蛮不错，可是你们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丝丝的担忧跟害怕。那少部分的话，可能这段关系或许是在断联的情况，因为你们对这个人的话想见他，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或者说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这个人，因为你们会比较担心说，有可能这个人现在身边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他在面对你们可能会跟你们讲出一些比较狠心的话。那但这要看说每个人不同的情形，只是在特别针对说对于断联的话，大方向来讲的话，就是刚刚洋洋所提到的那个比较简短的描述而已。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洋洋先把这些牌给收起来。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看说，我们你心中想那个人呢，他有多么的在意你们。好，那我们就来透过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他的想法里面，来去看看他到底有多么的在意你们。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第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骑士牌。好，那看来抽到这张的骑士牌呢，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其实对方他或许在跟你们相处的每一个时刻，跟你们相处的每一步，不得不说，他确实是有
相处的当下呢，他是蛮做他自己，或者是说他是蛮依照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跟你们相处，所以他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是蛮做他自己，然后他也很放松、很自在，难免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感觉到他讲话方式可能会比较犀利一点，或者是说他讲话方式可能会比较伤到你们。那这个也是因为他觉得跟你们相处，你们能够带给他很多放心的感觉，或者是说能够让他感觉到比较一种轻松自在的这个状态。所以当他感觉到比较轻松自在的这个状态的话，他就会认为，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两个人是还蛮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跟机会。可是这个进一步交流的想法跟机会的话，对他来讲，这只是一瞬间所想的事情，或者说他只是偶尔想到，他比较不会像是一直以来都这么认为。那当然，这时候如果这段关系太过于去逼迫他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抉择跟决定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得到他一些比较不友善的回应，或者是说会觉得对方可能个性上面会比较难搞。那简单来讲，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都要顺着他的毛摸，或者要顺着他的方向走，或者是讲话的方式的话，可能比较不能够太过于去踩到他的点，所以你们有时候在想的就是在回应他或者跟他聊天的过程之中，你们要想的非常的多，或者说你们要去留意到他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因为他这个人可能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他会一直不断告诉你们，我就是很重视你有没有在乎我这个人，我就是很重视你有没有去意识到，我讨厌什么，我喜欢什么，还有我曾经说过什么，你有没有去记住？所以如果说你稍微有点忘记他可能曾经跟你讲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他会蛮在意的。然后就是这个人跟你聊天过程里面，他比较没有耐心。同样的事情，他不喜欢一直解释太多次，顶多就2次，第3次他就非常的不耐烦了。所以你们就会觉得说，哎，跟这个人相处怎么会好像有一点压力太大，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心情上面是蛮受挫，或者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一个人有点太难相处了。可是你们本身对这人又很有爱，那这人对待你的话又有点让你感觉啦，可能会有点太随便，或者说他有点太过于自我。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是很轻松自在，但是你可能这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的大，或者是会比较需要自己去猜测说你到底要怎么跟他相处，才会是能够帮助得到这段关系的前进跟发展。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我抽到的是宝剑五哈。好的，那宝剑五在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就刚前提到这段关系，蛮长的情况下，就是其实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跟你相处确实是有时候还蛮累的，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去思考一下，怎么样跟你讲话，两人间才不会有争执，或者说可能才不会有吵架，或者是才不会有太多的不愉快，或者是说才不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这么的尴尬，或者说这么的不好沟通、不好相处，因为他会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能够去 get 到他的那个点，就是你没办法去抓取到、理解到他的心情，他讲出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你有时候真的会忘记他到底在意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他所在意的东西是他跟你讲出来事情的背后的意义，不是表面上的一个真相跟真理。当然，真相跟真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背后的意义更像是他所想要表达的含义，就像是女人心海底针一样。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讲女性怎么样，而是只是这个比喻啦，就是说她的心理的状况的话，就是很复杂，心思呢有点极细致。他表面上所带给你感觉可能是很直接，可是实际上他心里面又有他自己一些想法，可是他自己一些想法又不太愿意把话说清楚跟说明白。他不太愿意说清楚跟说明白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他蛮担心可能会被你给看穿，或者说可能会被你给看透，或者说可能会被你给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可是这个对他来讲的话，
也是怕自己被你看不起，或者是说他会是一个比较过度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样子，这个状态而已。或许是因为他在过往真的有自尊心可能比较强，然后比较不希望被别人给藐视，或者是说比较不希望被别人伤害到他的心情。所以他可能本来就是很容易去在乎他人的心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会尽可能去给自己有一个刺猬，或者说一个保护壳，然后不想要去让任何人来去伤害到他。所以当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有一点算是说在考验着你们，那就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去发现到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五，哇，你们都抽到5诶。好，那首先杨先讲关于圣杯5的部分，圣杯5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在跟你相处里面，你要说分离吗？还是分开？其实他想过了无数次，然后对这段关系，其实他也考虑了非常的久，就是说这段关系要以什么样的方向走，还是说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前进的话，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大的考量之一。或许很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对他来讲的话，两个人之间对于关系中的期待，或许是真的不太一样。又或者是说，两之间所希望的相处的模式呢，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会有一些他自己的认知，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你们就会经常的感觉到他为什么对你会有点忽冷忽热，或者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对待于你的态度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心寒吧。对，这个也是因为说他还没决定好这段关系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或许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已经进入到了 C 的阶段，可是他可能还在 A 的阶段，所以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才会一直没有办法下任何的决定。那当然没有办法下任何决定，就是在于说他以前的感情的经历，或者说他的成长的环境的家庭关系里面，或者说他的生活工作上面的人事物的人跟他本身的想法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冲突，或者说不太一样，所以因此对他来讲的话，他就会比较会去否定他自己，或者说他不太能够确定说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对的。那如果说依照你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依照你的方式去做，那是不是也是符合能够到他的个人的方向跟他个人的价值观？所以他本身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本来就想的比较多，那他通常想的都会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再就是5的本身的含义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关系之中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下决定，甚至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方向呢，两人之间的共识很明显是不一样。例如说你想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他就是想跟你当朋友，类似啦，这只是一种的解释，也不一定代表说是一定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心情会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他的心情的影响呢，是来自于说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或者说他的工作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他可能看了某一部戏，或者说看了某个短片、短影音所带给他这些启发，或者是他过往的人生的经历、过往的人生的背景，都会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像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两之间对说关系中的方向啊，或者说关系里面的期待上面是不太一样的。那最后其实在指说喜欢同性向的你们来看的话，这个会是更多的可能要去探索的这个讯息。对，所以千万要留意，就是说可能这个人他无论说他的外表是属于带给你阳刚的，还是说是阴柔的，可是在他的内心里面通常是比较偏向非常的阴柔型的这个状态，因为他本身的思想上面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你没办法去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如果说你本身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心思细腻的人的话，其实你是能够理解，但是难免有时候你还是会有点没办法完全抓到他到底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跟意思。好，
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星星牌，那星星牌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不得不说，他其实还蛮喜欢跟你们交流，或者是说，他也觉得这段关系，其实在以某一种程度下来看的话，关系上面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也蛮希望说，这段关系中的两个人是可以往和谐的方式走，或者是说两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朝着彼此之间都能够接受，或者说彼此之间都喜欢的那个方向去。那彼此都喜欢嘛，应该说彼此都能够接受啦，所以就看说我们俩之间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有没有一样，然后再就是这个人，对关系他比较不希望是远距离，他会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属于远距离，然后他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就表示说他对于你的喜欢程度没有那么的多，没有那么的高，然后也有可能他身边现在可能是有其他考虑的人，或者说也有其他的暧昧的对象。对，那如果说你真的确定他现在身边就是没有其他的对象，也没有其他暧昧的人，就表示他对于你们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到说非你不可。那如果说他真的到非你不可的时候，他就会一定要求说你一定要来到他身边，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去他的生活圈，或者说你一定要去跟他频繁的见得到面。对，远距离的话，例如说不同的城市。或者是说你们见面时间大概1个礼拜就一次，或者说2-3个礼拜可能就一次这种的，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其实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都不是一个太过于能够去，就是说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其实双方之间只要愿意去努力，或者是说愿意去改变，那两人之间其实对于说关系中的未来的话，还是会有一个可能性，或者说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所以也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走得比较长远，这当然才是他心里面最理想的这个状态。可是如果说关系中的两个人的想法上面呢是比较不一样的未来的期待的话，那对说这段关系，他就很有可能会想要去做一些的调整，或者说可能就会想要去做一些的改变，或者说去以不同的方式跟你们相处，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要考虑一下，究竟说你们对于这个人的感觉跟想法是什么，要不然会去影响到你们未来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值，也是怕你们会太失望。我们抽到的是宝剑4。好，那宝剑4呢，就意味着说，在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们现在希望他为了你们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说为了你们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的话，那这个情况下来看呢，是基本上啦是比较不可能，或者是说比较难以可以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他本身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承诺的话，他暂时呢是还是没有先考虑的，或者是说他目前其实比较会希望呢先维持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那维持在现在的状态的话，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他比较不爱你嘛，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然后第二就是有可能他现在目前生活周遭的事情的话，可能比较多、比较繁杂、比较繁琐，让他还没有办法定下来，所以他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也不太敢想的太多。那第三个就是有可能现在他本身也不太真的想要谈恋爱，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或者是不婚族，或者是他本身对于恋爱的这个部分情感的话，他就是也不太匮乏，所以他就是本身这个应该是说信任感了，应该是要讲信任感会更加的贴近，所以意味着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要他负责任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也非常困难，因为他就是不太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他现在更加重视是他自己内在的一个平静，或者是说他内在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现在内在里面的一个心境跟感受。所以当关系之中的你们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承诺，或者说可以希望得到对方对你们更好的话，
如果说你们是顺其自然方向的方式去发展，或者是说你们对他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话，那么确实他就会给你们一些还蛮友善的回应，或者说他可能会无意识的无意之间会愿意为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样的一个努力，或者是说多做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方式。那当然是要看你们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有没有到那么的急，因为看起来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目前现在就想要保持着一个拖延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说比较保持着一个迟缓的方向。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星星牌，又再抽到星星牌，所以就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就是真的信任感，然后面对情感的话呢，就是比较爱他自己，然后他也这个人如果说真的碰到感情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情感之中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的话，那么他就会用一种比较逃避的心态，他会没有办法就是说他没有太多的能够承受压力的这个性格跟个性，能够去接受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你们很难可以得到对方的承诺，或者是说每次到可能真的快要到下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好像人又不见了，或者说他对你又突然的很冷淡，原因就是在于说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没有办法去认真的看待你们，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去认真的面对于你们。但是如果说当你们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的话，他意识到他失去你们的这个状况之下，他就会想要去努力的把你们给夺回来，或者说很努力的想要去吸引你们的注意力。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你们会经常的感觉到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说他在对说你们之间这段缘分、这段关系，他本来就一直有很多的迟疑，或者是说本来就会有很多让他比较不敢去处理，或者说比较不敢去面对，比较不敢去调整跟改进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抽到的是这张7。好，那像这样抽到这张7的话呢，就表示说，关系里面的话，就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当你们真的付出太多，或者说当你们真的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做了一个什么样很多的努力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是一件他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他真的状态不太好的话，他还不太想要为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做一个什么样的努力跟改变，他比较会希望说先维持在现况就好。他觉得其实维持在现况也不是一个太差的方式，或者说也不会是一个不好的方法。所以呢，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人的话，他现在身边是不是有其他真正要忙的事情，或是他这个人现在目前的自信心是不是比较不足够的？或许在你们眼中看起来觉得这个人好像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或许有可能他很多的心思跟想法上面，他都把隐藏的非常的好，所以才会让你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发掘，或者说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他到底真正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然后再就是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出现停滞的情况的话，例如说像是断联、少联络，或者说对方比较难可以联系得到，或者说你会觉得对方对你态度比较冷淡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他会觉得这段关系你有点为了他做太多，或者说你有一点太过于把他看得太重要，那他就觉得其实心里的压力真的还蛮大的，然后也会让他本身在对说，彼此之间双方的情感的话，他比较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样去面对你们，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会是可以让关系不会有那么大的波澜，或者说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所以看起来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他或许现在还不太想要为了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对，所以其实会比较建议你们说，就是先顺着对方毛摸。那你们可能本身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对方交往在一起的话，会反而建议你们，
尽可能的把自己给照顾好，或者是说尽可能的先依照你们自己本身的生活中的步调来走，因为其实看起来蛮明显，就是本身这个人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他有一种抗拒的心态，或者是说有点像是被你给逼迫的这个样子。虽然他可能知道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是说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应该会很快乐很幸福，但是对他来讲，或许目前不要做那么快的决定，也可能是对于彼此来说是最好的方式，或者说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还是先让彼此之间保持在一个可以稳定的聊天，或者说可以继续相处下去的伙伴跟朋友，可能才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跟方式。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圣杯九，那圣杯九表示很明显，表示说其实这个人呢，他是与其说很在乎你，他更在乎的是他自己。可是因为对于台面上来看的话，他这个人可能不太会在乎你，但是他本身还蛮在乎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在乎你不在乎你跟在乎这段关系的一个差异，就是在于说这段关系他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嘛，可是他会觉得这段关系一定要继续的长期的保留下去，或者说还是要继续的长存着。因为他觉得这段关系里面他能够找到他自己，可是他却也没有想到说他现在目前能够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他能够去依照他想要做的方式前进的话，也是在于说这段关系里面是因为你选择容忍，或者说你选择去愿意接受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他，或者是说这样子比较轻松自在的他，那这个的努力的背后的付出的话，实际上会让你经常感觉到那种很孤单、很寂寞。可是他都不管这些，他只会觉得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只想感受到他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在很多的决定事情的层面，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真的要下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或者说你可能真的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首先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本身的情况去做一个考量。那么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还蛮正常的事情，但是可能如果说是以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不应该那么自私，因为其实你们在对待这个人的时候，你们都已经把你们最真实的样子抛给对方，或者是说你们已经用你们的扪心自问啦，你们已经扪心自问说，其实你们对这个人本身就是还蛮不错，还蛮好的，那不应该关系之中的话就这样子结束啊，或者说不应该就这样子继续的停滞下去。所以很明显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很有可能以他来看的话呢，他还不太想要去做什么任何的事情，然后来去改变着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这样抽到的是权杖五。那权杖五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对他来看，这段关系本身有蛮多的问题，可能需要去解决。那真的蛮多问题的话，你们知道吗？洋洋看一下哦。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会很希望他一定要知道怎么做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去愿意接受这段关系，想要朝他所认为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因为对你们来说，你们想要的关系就是可能能够在一起，或者说能够跟他一样走得很长远。但很长远的同时计划就是说，尽可能的能够去融入到对方的生活圈里面，或者说能够尽可能的知道对方平常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例如说他真正喜欢的东西，可能他也平常不会讲，或者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所以才让你们对于这个人会有那么多的好奇心，或者说会有那么多让你们可能想要去更加探索他的这个部分。然后以台面上来看的话，或许在这段关系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对方
可能有其他的对象，或者说可能真的有其他的考虑的人，或者说面对这段关系真的会有一些他比较没办法去跨越的事情。所以我们纵观以上牌面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非常缺乏的就是一个相互行动的模式，或者是说彼此之间心情上的一个交流，比较像是说各过各的，或者是过着你们自己彼此之间个人想要过的这个生活，所以会反而建议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跟对方相处，还是说要换另外一种的模式跟对方好好的沟通看看？或许呢，对方就给你一些还蛮不错的回应。所以你要说他到底有多么的在意你们，洋洋会认为，依照台面上来看的话，他是在意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取代你们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位置，或者说你的那个身份。但是你要说他真的要失去你这个人的话，其实他会觉得好像也还好，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没有太多个人的对于你这个人啦，他本身是没有太多个人的想法在，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本身觉得是最好的方式继续跟你们相处下去，或者是说还是会先依照他觉得是比较不会去伤害彼此之间的这段感情、这段情谊的这个方法。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对方呢，他本身在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对，他在意的是关系，而不是你们。只是他会也希望说，未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他蛮希望可以遇到跟你们这样子一样的人，或者是说跟你们这样子类似的人。所以就也意味说，其实这个人他或许可能真的还蛮自私的，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是能够保护好你们自己，也不要太经常的去听这个人，或者是说太依照这个人所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去做。那这边的话，我们有出现3张5的牌，所以就意味说，其实这段关系如果你们还没有吵架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接下来或许在不久之后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争吵。那可能真的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你们就需要找老师做占卜了。那如果说后面你们关系已经是一直维持在一个断联的这个状况，说比较没有联系的这个情况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要给予对方一点时间，因为表示说很有可能对方他现在有些的原因，他是没办法跟你们相聚跟重逢。那当然这也不会是在我们这一次的题目之中。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那其实对他来讲的话，面对说这段关系，他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会很希望这段关系之后呢，是可以走一个比较长远的方向走，因为他也怕担心，如果两个之间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后面会分手，或者说是不是会这样子结束掉了。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神谕卡的地方，这边就想告诉你们说，其实无论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人，都好好表现，像他们就在你身边，你这样的你的话将会永远考虑他们。对，所以呢，就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说，如果你们身边真的有其他的对象，也不要那么轻易的放过。其实只要没有在一起之前的话，大家彼此之间都是有一个可以做选择的，或者说都是有一个可以做选择的机会，跟可以做选择的权利。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全记得跟对方相处的话，一定要对症下药，或者是说要依照对方所喜欢的相处的模式跟他相处。如果说你们只是用你们觉得是最好的方式，或者说你们只是用你们觉得比较是万无一失的方法的话，那其实对他来讲会是一件蛮困难的一件事。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以上选到给予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请记得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好，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就是你在对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好，洋洋来为大家抽验证牌。好，验证牌的话，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好，这个5。好，那看似乎呢，在对于你在对他想法的话，你们会认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两之间也算是说走了还蛮多的风风雨雨，或者说其实也算是认识了还蛮长一段的时间，所以会认为说，其实对方应该对于你这个人，或者说对这段关系，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些的想法，或者说已经有一些的眉目。那在目前的这段关系中的相处的情况下来看的话，你们本身对于说这段关系中可能还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承诺，或者是说还没有办法得到对方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的明确的方向，但是你们会认为他的想法、他的决定应该在对于你们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的话，其实也不会差得太远，或者是说也不太会去认为说这段关系可能会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走。只是有时候你们还是会比较担心说，这个人他会不会有一天会因为现实中的考量，或者是说现实中的因素，然后就离开了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就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不太会想要去负责任。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的情况之下去影响的话，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可以往下发展，或者是说是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的。可是如果说当关系中真的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其他事情的影响的话，可能这个人他会面临到一个抉择，所以你们其实现在心里面会对于这个的事情发生会有一些的担忧的情况。那不过对于你们来说，还是不会有太多担心的局面，因为你们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对你们来看，其实以目前来说的话，不会有对你们来说是不利，所以你们本身在面对说这段缘分、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觉得有优势的地方。好，来继续往下看，我这边抽到的是7，好，那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会觉得，对方他可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可能他会有留了一手，所以你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难免会有比较聪明的这个状况。可是，在对于这个人，你们又不想去放弃，或者说你们有时候其实会蛮想要去顺应着他的方式走，或者说会去顺应他，让他自己会去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向去生活，或者说依照他所渴望的方向去发展。只是有时候你们会有点太过于去关注在这个人身上，然后你们就会不自觉去失去掉你们自己，或者说当对方他做的任何的动作，或者说他任何的决定，或者是他说的任何的一句话、任何的反应，其实都会去影响到着你们，因为你们会担心说是这个人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说他可能所做的任何的动作，其实背后都是有他的另外一层的含义，或者说他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他个人其他的想法在。所以你们会担心，会有可能有一天会不会你们没有意识到对方他隐藏的含义跟方向的话，是他就会容易去离开着你们。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会有比较不满足，或者说会比较希望可以人生往他觉得是对的方向，或者说好的方向去走。所以你会对于说这段关系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他心中觉得最好的那个条件，或者说最好的那个方式的话，是有一天会被对方给抛弃，或者说会被对方给看不起，然后就会失去掉了这个人。所以你们本身看待这个人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觉得关系是不错的，或者说会觉得关系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在你们心理层面上来看的话，你们会觉得心里面非常担忧，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人永远都留了一手，这个人永远都没有那么诚实的去面对于你们，或者说这个人永远都在为了他的人生，为了他的方向
去前进，或者说为了他自己所想要的人生去，往他的人生那个方向去迈进就对了。所以你们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个人的小剧场在。然后这样抽到的是愚者牌，那愚者牌就表示说，你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与其说在乎着你们，他更在乎的是他自己，或者是说他更重视的是他本身在面对于人生中的一个方向前进。所以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他任何可能很在意的人的话，他也不太会想太多，或者是说他会先以他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那如果说是他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他会让那件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去发展。所以他本身在对于说很多事情上面的话，你们会觉得他没有那么的执着，他就是完全顺应着生命的河流，或者生命的方向去前进。面对说很多的人事物之中，他就是不会有一些过度的执着点在。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有点难以去捉摸，或者说会很难以去知道他到底真正的想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连他自己他都不懂，他连他自己本身的想要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也不太清楚，也不太知道。所以呢，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就会也觉得非常的纳闷，或者是说会真的抓不到这个人的口味。所以看起来很明显，就是面对说这个人的话，你们就是只能静观其变，然后就是看他表现怎么样子，然后你们就随机应变，然后去跟着他的方式走。对，所以看起来你们是蛮无助的啦，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于这个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这组牌组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么继续往下看，就是在透过关系中相处的话，来看说他在对于说你们的想法，他到底有没有在意着你们。好，所以我们可能看到刚刚愚者牌，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担心嘛，那只是你对于他的想法，可是那也并不代表说他是真的不在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希望呢，我们这组牌的你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宇宙所想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好，首先呢，我们看到抽到的第一张是这个是圣杯骑士。好，那圣杯骑士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也是抱持着是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看待、去相处。那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在情绪上面，或者说在对待于身边的人事物上的话，他是比较以他个人的方向走，或者说是比较以他个人的方式去对待你们。那确实，有的时候他在对于身边的人事物中，或者说面对于你的话，难免讲话上面，或者说态度上面会比较暧昧，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他在对待于身边的人事物之中，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相处，或者说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跟身边的人这样子去互动，所以难免就会认为这个人他的作风跟方式的话，会比较难以去让别人去意识到，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可能他做这些方式的话，会比较去伤害到别人，或者说会比较容易让别人误会，所以他本身或许啦，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他确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他个人的真心，或者说他有时候确实会有一些他个人的私心在里面。可是他这些的个人私心跟他个人的这些想法的话，也不代表说他是真的想要去欺骗你们。可能他曾经是真的也很喜欢着你们，或者说真的很在意你们，因为毕竟我们出现的是圣杯，所以表示说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这个地位，或者说有一定相当程度的重要性。那当然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的话，对他来说，可能你们这个人比这段缘分来说还来得更重要，因为在第一组的话是属于他比较重视相处，可是他对于说那个人，你们就会比较
不是那么的在乎。可是这边刚好相反，就很明显，就是对他来说，他更在乎的是你们，而不是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就有意味着说，他是蛮希望这段跟你们之间的相处，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可以走得比较长远、更长久，然后也会很重视彼此之间双方在相处之中的那个互动性。然后圣杯其实也可以意味着说，他在跟你相处过程里面，他有去留意到你们的心情，或者是说会去留意到你们的情绪。所以如果说他可能觉得你们情绪上面是属于对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警戒啊，或者说可能你们对他的态度会比较让他感觉到很受伤的话，那么他就会想办法去改变他自己。然后在关系里面，他可能也本身也不太喜欢去争吵，他希望关系上就是好来好去，所以难免如果说关系之中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好来好去，然后都没有去明确分界限出来的话，确实容易会有一种比较暧昧的情愫出现，因为想要经营好一段关系，势必一定会有摩擦。但是当愿意去过度的妥协，没有摩擦的时候，就容易会让人产生出一种好像我被对方给捧在手掌心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看起来这个人他更多的就是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面对你这个人的话，他比较多是一种放在心里面想的这个情况居多。你要说叫他行动做什么吗？叫他说什么？那其实有点困难啦。他本身也不太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哈。好的，那圣杯王牌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看又出现圣杯嘛，所以就表示其实你们在对他来看的话，你们真的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然后他也很在乎着你们。那其实对方对你们真的还蛮有感觉，甚至蛮明显，就是其实对方蛮喜欢你们的。所以如果说特别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比较渴望。关系里面可以赶快恢复联络，或者说可以赶快恢复联系，或者是他可能也有偷偷去观察你们，然后他也是还蛮常着会去想念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其实会想要去慢慢的经营，也是在于说他会觉得两人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蛮愉快的，也是蛮不错，然后两之间的相互配合，两之间仿佛就好像有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因为看起来其实这组的你们对于对方来讲的话，会有一种好像找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说会有一种好像跟自己很像的人相处在一起，他会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两个人的发展的话，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然后两个人之间的过程之中，比较不会有太多的摩擦，会觉得双方之中配合的非常的好。然后你好像总是很能够去注意到，或者说留意到他可能心里面很在意的那个症结点，或者是说他心里面的一些尴尬的那个尴尬的想法，或者说心中有一些的芥蒂，对说这段关系他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期待，然后他其实在还蛮常会去想念着你们，或者说这段感情也算是有在慢慢的升华，或者是有在慢慢的酝酿着。所以其实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会反而希望说你们可能可以为了这段关系，或许可以再多努力看看，因为你们一直在所做出的任何的付出，任何的努力，其实对方他都有感受得到。然后他在看待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开心的原因是在于两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就是非常的单纯。可能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的，可是对他来讲的话是有的。他觉得两之间关系是相当单纯，然后也非常的纯洁，是好像仿佛双方之间都是能够往一个更长远的方向去发展。所以他面对于或是说看见你，或者说跟你相处的过程的那感受的话，会好像遇见了一个他一直在所渴望的那个条件，或者是说很渴望的
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就会蛮恭喜你们，就说其实对方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值是非常的高，然后面对说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比较蛮渴望是两人之间的方向的发展是能够一样的。所以关系中的你们的话，我们或许呢可以来继续的探索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对方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态度，其实他有一些更深层的想法想要跟你们可能不好意思让你们知道啦。好，我们来看到首先这边的补充牌，那抽到的是钱币七。那钱币七呢，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说这段关系之中，对方本身在看待着关系，他会蛮希望承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关系之中一定要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是要往一个同样的方向去走，或者是说两人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长期的相处的方向去发展。如果说关系之中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或者说关系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付出，或者说只有一个人在坚持的话，那么会比较没有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如果说当他想要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往彼此之间都很渴望以他渴望的方向去走的话，势必你一定要付出一个一定的努力。因为就是说你可能一直都没有去留意到他的心思他的想法，例如说他就很希望关系是能够有一个承诺在，或者说关系里面两件事可以有一个长期的生活圈都是重叠的。所以很明显是这个人他真的不希望关系是远距离，他比较渴望两人之间是能够在相互的生活圈之中，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相处是能够有长期的陪伴。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相互的那种同样的生活圈，或者是两人之间都是有合约上业的关系的话，那么其实这段关系的一个可看性，或者是说可以继续往下发展的这个几率还蛮高的。所以会蛮希望说，如果你们本身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的话，一定要给予对方一点的机会，让对方他能够愿意为了你们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的往下走，或者是说往他觉得是好的那个方向去前进。然后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或许对他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以去往他可能想要的那个方向前进，那么他还是会想要尽可能的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方式去打动着你们，然后去改变着你们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在。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他好像有点在逼迫着你们，好像去承认着什么，或者是说去承诺着什么。这个也是在说他希望可以从你们的口中得到他会认为是有保障的一个承诺在。因为他可能会认为你们本身这个人是能够为了一段缘分，为了因为说你们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所以呢他也会认为这段关系其实是如果双方之间都是有一个相互的想法的话，可能会是还蛮有机会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力量牌。好，力量牌就表示说很有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一定会是有一个比较强势，或者是说有一个是属于比较阴柔的。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就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话算是配合的还蛮好，然后你是能够去疗愈到他内心里面可能比较柔软，或者是说他内心里面可能比较不愿意去承认的那个部分。所以他会认为其实在你们身上的话，会有一些是让他觉得说是很值得能够去学习的地方，或者说你们身上的有一些优点是他一直来说希望所渴望能够拥有的。所以就意味着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这个人呢他或许啦可能本身是会需要被别人给照顾的，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面子上面比较不容易挂得住的一个人。然后再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很有可能呢，因为你们本身的这个人的条件，或者说你们本身这个人的一个
外表是他可能非常喜欢的，所以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的欲望的存在，所以他这种的荷尔蒙或者是说这种化学的反应的话，才会一直让他不自觉的想要去接近你们，或者说会不自觉的想要去靠近着你们，或者是说会不自觉想要去听着你们可能，因为他对于你们对他来说是很有欲望的，或者说你们对他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当面对说自己很有吸引的人事物的时候，难免就会愿意去把自己的一些的尊严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底线稍微去放下，所以其实会蛮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在对方的眼中心里面是有一定的优点，或者说有一定的条件的话，那么他就是还是蛮渴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往一个双方之间都很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或者是说是往双方之间都能够接受的去走，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是真的蛮不希望失去你们，所以其实在牌面上看起来，洋洋会认为这个人他是蛮在意着你们，因为无论说是你们的内在还是说你们的外在，其实都是有符合到他心里面在对说条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在面对于一个人的条件上面所必须要拥有的那些的特质，只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些比较强势的地方，是他或许比较不喜欢的。可是如果说你们愿意去多做一点的调整，或者说你们愿意多做一些的改变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本身呢是还蛮有机会是可以往还不错的方向去前进，或者是说可以往不错的方向去迈进。所以你们有时候要留意一下说你们自己本身在表达事情上面的方式，或者说在跟对方谈话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去控制对方。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技巧好，对方会觉得很舒服，但如果说当你们技巧不好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有种被牵制住，或者说会有种被克制的感觉，那久了之后其实他的心里面就会觉得蛮不好受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侍者牌，那侍者牌就表示说，其实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还是会愿意接下来继续着就是愿意多花点时间跟你们相处。然后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说你们面对说关系没有太过于执着要马上有一个答案，你们愿意陪着他继续的相处下去的话，那么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未来的方向应该会往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向走，例如说是在一起，或者说交往，或者说是结婚。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双方关系的话，他会蛮希望两个人之间的想法是有共鸣的，或者说两之间的观念上面是有一定上程度的相同，然后会希望透过日常的生活之中，让两个人之间都会有一个想法在，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才有办法让关系是可以延续下去。因为长期相处的状况之下，才能够去看出这个人的优点、这个人缺点，或者说这个人生活习惯，或者说在面对说很多事情的想法，或者是说还有他的金钱观、他的三观、感情观这个方面等等很多的事项。所以呢，看起来这个人很明显，目前他愿意跟你相处下去，或者说愿意跟你们保持着联系的话，就是意味着他比较像是会希望说关系的两个人是能够走得更长远、更长久。可能在对于未来的更遥远未来的结果的话，可能是没有，因为他比较像是看一个中长期的关系上的发展跟相处。所以你要希望说关系要马上有一个结果的话，其实不得不说这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实连他都不知道关系中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或许也是因为他目前的生活状况来看的话，他是比较没有办法给予对方承诺，或者是他在面对情感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慢熟慢热的人。因为以台面上目前来看，有可能这个人比较会像是摩羯、金牛、处女座的人的状况居多，然后再来就是会有少部分的水瓶、巨蟹、天蝎、双鱼的状况，还有狮子、牡羊，好像都快说完了，反正就大概是这几个星座。那其他星座的话，洋洋会觉得是比较没有，
例如说像射手座就真的没有在这边，还有双子座啊，还有天秤座也没有在这里面，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感情，他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型的人，或者是说他是比较怕担心自己也会反悔啦，所以会希望说你们本身可能也可以给予这个人在更多一点点的等待的时间，或许就会给予你们一些蛮不错的回应。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抽到的是女祭司。那女祭司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就真的想的还蛮远，然后他想的可能会是一种比较像是心灵层面上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也比较希望两人之间上的对说很多事情的想法上面不希望有差异太大，或者是说会有太多的不同，所以也对他来讲的话，关系中的三观真的很重要，然后两人之间的心灵的契合程度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个一面，或者是说这个部分，所以也会蛮希望说你们俩之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不要有太多的争执，因为如果说真的有太多的争执的话，他会经常去怀疑他自己，他是看错了人，或者说他可能就会真的会认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会更加的认为说，他要相信他的自己的直觉跟他自己的判断，所以你们有时候讲出来的话的内容的话，也要尽可能去符合到你们自己心里面真正所想的，或者说要非常的贴近。因为如果说你们讲出来的话太过于去包装，其实他是感受到，他也会察觉得到，然后他本身也非常讨厌人家说谎。因为在面对感情，他本身可能是属于比较龟毛型的，或者说他是有一种蛮自我的想法，所以一旦关系里面真的太过于去你想去塑造成什么样子，或者说你也太过于去做作，太过于去包装自己的话，他就会非常讨厌你们。所以你们可能可以稍微仔细的回想起来一下，在你们过往的相处之中，有没有是在你们俩之间谈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真诚，或者是说这个人好像仿佛就跟你非常的很靠近，那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能够拉距彼此间距，但是其实每个人心中的秘密其实都很有限。那如果说你们跟他聊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的话，他可能在对你的表现态度上面就没有那么的在乎你们，或者说有时候会让你们感觉到比较敷衍的原因是在于说，他在对于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的话，他本身比较没有太大兴趣，除非你们跟他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观点跟观念，那么他就会非常的认真听你们在讲什么，或者说他会非常认真给予你们意见。所以当你们可能真的碰到烦心的事情，或者说真的当你们碰到觉得是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面对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会非常的乐意，也会非常的愿意跟你们分享他的想法。所以跟这个人本身呢，他会觉得说希望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既暧昧，那么又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很有可能，如果说你们没有处理得好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没有试着去照顾到对方的心情的话，其实这一段缘分有很高的几率是对方迟早有一天会把你们当成朋友般的关系去对待，或者是说会跟你们之间相处真的会比较像是朋友。那对他来说，如果我真的把你们这段关系定义是在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也就很难可以有改变的机会。因为对他来说，关系里面一旦他决定了什么，就是那样子了。他这个人你要他改变吗？很困难，除非是他非常的喜欢你，他才有办法去改变他自己。那如果说他觉得这段关系是普通还好的状况之下，比较像朋友的话，你要去他改变很多的想法，或者是说去打动他，没有办法。对，他这个人面对情感虽然是比较务实的想法，但是也是很重视对于说条件的样子，或者是说对方有没有符合到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抽到第3张是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就表示说，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呢，他其实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想要特别掌控着什么，或者说表面上好像都只是平常相处，或者是说表面上好像没有想要那么的去做什么，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个人呢，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在，然后呢，他也会尝试想要去控制着你们这段关系。但是如果说当他觉得这段关系是有机会，或者说你们真的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其实他蛮乐意，也是蛮愿意跟你们分享，或者说蛮愿意主动去照顾着你们。所以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很明显就是他会去在意着你们到底怎么想，或者是说他也会想要去知道你们在对于很多事情上面的想法。然后他其实不希望关系里面是你去控制着这段关系，他会比较渴望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两之间是属于平等的之外，然后是由他来当一个照顾的人，然后你是被照顾者。所以如果说当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他的经济状况条件比较不好，或者是说他本身的生活状况也比较不好的话，那么他这个人的自卑心就会作祟，就会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就等同于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很容易会因为外在的因素，或者说会因为外在的条件去影响着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发展。所以会建议着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一定要试着让对方去掌控着、主导着、引导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唯一很危险就是你们可能想跟对方在一起，可是对方他现在喜欢着你们，但在对于说关系中的一个方向跟发展结果，他还没有一个头绪，还没有一个眉目。那这时候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危险的因素，因为关系你是逼不得，然后你们也打动不了对方，那你们现在唯一能做就是很诚恳的去跟对方相处，就是搏一个机会啦。那这机会其实就像是各50%，有会在一起就会在一起，不会在一起的话，那你也其实强求不来。对啊，因为其实对方本身他的个性上面就有一种强势的隐性的特质在。那当然如果说明明就是有强势的特质，但你们又想要去控制着他，其实他自己本身也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2，那3杯就意味说，其实只要当你们愿意呢，跟对方用比较诚恳的方式去相处的话，其实对方基本上给予你们的回应也不会到太糟，或者说他给予你们一些的回馈其实也会蛮不错的。所以就刚前面所提到，就其实在谈心的部分，只要你们好好的跟对方谈心呢，对方其实给予你们的回应是真的蛮不错，然后他也是蛮真的希望呢，可以跟你们好好的接触，可以跟你们好好的发展，可以跟你们好好的有那种心对心的一个连接。因为其实你看我这边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又抽到圣杯2，所以就也明确知道说，其实对方他真的很喜欢跟你们相处，也很喜欢跟你们说其实他心里面的事情，或者说很喜欢跟你们有在心里面上的交流，只是难免有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比较滥情一点，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比较有点像是中央空调的这个情况。那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对待于说身边的人事物的时候，他也是真的比较是注重气氛，或者说他会比较去关注到对方的心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他讲的很暧昧，你们也不要那么容易的去晕船，因为他也不是真的故意要去撩你们，或者说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去掌握着，或者是说去希望让你们这段关系有那么多的暧昧的关系啦。对，因为他还是会希望说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往一个比较心灵上层面的走。所以一开始对方跟你侃侃而谈，或者说对方一直不断的跟你聊天，也是在于说他希望可以去多了解你们在想什么，或者说可以去多了解你们可能在面对很多事情上面的想法啊，处理的方式啊，就是多了解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一开始的热情跟热络是因为
他想要去多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先要说对方在意嘛，其实杨会觉得对方不仅在意你，他也是蛮喜欢你，所以他才愿意花很多时间想要陪伴着你们，想要待在你们的身边。那如果说你们都能够一直维持着让对方总是跟你们之间很有话题聊的话，那么也不得不说会蛮恭喜你们，就是对他来说这段关系是还蛮有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的，然后他也是还蛮渴望这段关系中的两个人呢是可以往更深层的方向去发展。但如果说两之间是真的不适合的时候，杨洋会认为啦，这个人可能马上就会让你知道他对于你就是朋友的感觉，或者说当你们可能做出一些比较暧昧的行为跟举动，可能一载他觉得能够接受，可是一旦你们变成朋友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让你们明确知道，其实他就是对于你们的感觉就是朋友，然后会马上把这个界限就会去做一个区分出来。对，有人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可能会有点狠心，因为他对于情感这部分他是默默的，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怕自己会错意。然后如果说你们这样明确讲出来你喜欢他的话，那你们可能真的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厘清一下到底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好，那这样抽到的是这张牌。好，那像我们如果说抽到这张牌，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其实还蛮希望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当他真的决定的时候，你要去尊重他，或者是说，当他真的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有他一些自己个人的想法的时候，你们要能够去适应着，可能他接下来的一些行为跟举动，就是有可能他所做出来的，结果的话，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你们所想的。然后他也是蛮希望说你们能够顺其自然，然后不要总是着把这段关系想得那么的严重，或者说把这段关系看得那么的重。有时候你把这段关系看得很重的时候，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然后他也觉得可能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会觉得自己其实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相处，所以也会蛮希望说你们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是能够尽可能的让双方之间都是在一个比较舒适跟舒服的环境之下。有的时候该分开该分离就分开，不要都一直明明没有话题可以聊就一直找他，然后明明就是很无聊的东西硬要讲的好像很好笑，就是说他会希望你们也是用一个比较真诚的方式跟他相处。真的无聊，真的没有事情做，就分开也没有关系，不一定说要把两之间都绑在一起。因为有时候当两之间有一个适当的距离的时候，其实反而能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反而比较能够去增加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进展的方式，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当两之间感情比较淡的时候，那再次热络反而是能够去推进着这段关系。有时候关系都一直维持在一个同样的温度，或者是说关系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同样的一个高度在，一定会有一种起起伏伏的这种状况。其实当起起伏伏的状况反而是能够去推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不要去过度的掌控过度的掌握，因为他都有的时候会想要去放开这段关系，想要去让两个之间都稍微冷静一下，让两个之间都去忙自己的事情。那如果说他想要找你聊天，他就会找你。那如果说你想找聊天也可以，但他希望说你不要故意找话题聊，没有话题不要硬聊，要不然其实会对于这段关系是不好的，或者说会有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洋洋不得不说，其实对方蛮看重你们，也蛮在意着你们，也是蛮喜欢着你们。可是这个喜欢比较像说是在一个观察期，那其实只要当他下定决心要去跟你们相处，或者说下定决心要跟你们在一起的话，演员会认为说其实这段关系是还蛮有机会的，只是你们可能真的要给予对方一点个人的空间跟个人的时间。有的时候太过于去逼迫对方，其实对于说双方来说话都不会是最好的。那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关系中的话也很难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进展啦。对，所以有时候适当的距离是能够去让关系变得更好。好，所以其实会蛮恭喜这一组，只是你们还需要花点时间去
厘清一下，或者是说稍微留意一下对方对于你们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就顺其自然走，然后展现出你们最真实的样子。那你们真的有状况有问题，可以去多跟这个人分享，尽可能跟这个人之间是走心跟心之间的交流，不是指说一定要一直去找他，当然一定找他也一定要，然后跟他保持在一个生活圈的重叠也是一定要。这个人他完全没有办法远距离，真的没有办法，远距离迟早有一天会分开的。好，来看到说就是在神谕卡这边给予你们讯，就是说你要拥抱于你的情绪，然后呢你要懂得去注意到于你自己。那当你的情绪可能比较低迷低落的时候，你要去能够排解它，能够去释放它，能够去意识到其实你可能也是怕孤单，你也是需要有人疼爱，你也是需要有人来去关怀你，去照顾你。不要总是认为说其实你好像都不需要人照顾，不需要有人陪你，没有那么的强，你也没有那么的厉害。其实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人来照顾的，每个人都是希望有人可以去陪伴着自己的，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有的时候去承认自己的脆弱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承认自己的脆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说可能你的感情的观念你要改一下。对，因为如果说你们总是执着在一个点上，其实你们蛮容易会受伤，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去懂得了解你们自己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好，那这句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呢，那请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好，那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朋友的话，那请记得去看完整版的影片，里面会有对方想跟你们讲的话，还有其他关于天使想给予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更多的讯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到验证牌地方，在你的就是你对他的想法是如何呢？好，也来为大家抽牌。好，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好，那宝剑王牌呢，就在那边代表说，其实当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他的想法上面是蛮愿意去摆脱原本过往的框架，或者是说他会愿意去接纳别人可能给他的一些建议、建言，或者是给他在对于人生中未来的方向，或者是说未来人生中的想法。所以呢，有时候这个人的话难免啦，他的状态可能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你们会没办法完全掌握得到他到底是在想什么，或者是说并不晓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每次当你们可能认为他是习惯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可能过没多久他又会改变，其实是因为在说他这个人本身在对于自己的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启发，或者是又会因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事情，又或者是某一部戏、某个影片、某一本书，都会影响到他这个人在对于很多事情上面的想法，或者是思想，或是很多习惯。所以呢，这个人他唯一会让你们觉得很特别，就是他有时候再怎么改变，他只会把他的缺点给改掉。当然有一些可能你们认为是缺点，可能他认为是优点，这个他就不会改。可是基本上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会觉得这个人有的时候会蛮愿意去采纳别人的建议，或者说会愿意采纳别人给予他的一些的人生中的方向跟建言，所以你会觉得跟这人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蛮舒服的，也是蛮好相处的，因为他会愿意去听你们说话，或者说他会仔细的听你们到底在讲什么，或者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就认为，其实这段关系有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很轻松、很自在的原因，是在于说，觉得跟对方相处的过程呢，是真的会让你们感觉到是非常的舒服的。好，我们就往下看，抽到第2张是世界。那世界的牌你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好像其实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棒，或是在对于你们之间在这段关系相处之中，你会觉得其实对方他有点太过于完美了。那如果说你会觉得没有完美，就表示你们可能觉得这个人他的生活是状态蛮不错，比较不会有太多其他的不好的事情。那就算如果说他生活中真的有让他觉得比较挫折、挫败事情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蛮能够很快的去摆脱掉，或者说很快的能够从挫折中站起来。所以你们其实对于他来你们觉得这个人其实他有蛮多的优点的。他优点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去随时随地调整跟改变他自己的人，然后你们也会不自觉把他当成是你们的一个楷模，或者说你们其实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他是还蛮尊敬的。可是说真的要到喜欢的程度的话，洋洋会认为可能这部分是比较没有，因为在关系之中，有时候你还是会认为这一个人他太过于去想要去追寻着现在目前世俗上面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就是说他会愿意去改变他自己，他会愿意去采纳别人的意见，但是有时候又会太过于去依照目前普遍世人中的想法，然后就会有点随波逐流。所以你要说他到完美的境界的话，就是围着他的缺点是太过于随波逐流了。例如说可能他会可能最近呢就是很流行某一样的东西，可是那样比如说假设可能最近是很流行做刺青好了，假设最近很流行做刺青这件事情，那他可能本来对说刺青可能会觉得说刺在身上，那可能就没办法弄掉，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后面最近就大家说那刺青如果说可能可以刺个财宝，或者说什么一个狮子在上面，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含义，例如说刺狮子在身上表示你就会很有勇气，那可能真的也很有勇气，可是他就认为说好像真的刺狮子也会很有勇气，看身边的人都这样子去刺这个刺青，那可能我要去试试看。那后面他虽然好像觉得刺也不错，后面他也不会想要弄掉，可是久了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刺这个狮子在身上，就是会容易因为可能世俗最近在流行什么，觉得什么是好的，一开始他可能会愿意去接受这个想法，后面就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做了。可是等到这个热潮过了之后，他会觉得为什么我当初会这么做，为什么会做这种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决定。所以呢，这个人很明显就是容易会被世俗上面的观念想法去做受吸引，或者说是做改变。所以他蛮容易会可能看新闻啊，或者说看那些时事报道，就会有一些批评的声浪，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个人想法上面会比较去符合那些乡民们，或者说那些留言的一些的状态，或者说那些的情绪，就是说这个人蛮容易会待在自己的同温层。对，久了啦，就是他可能观念想法改变之后，就会容易待在同温层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刚刚我们抽到这张，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呢，就刚前提到他很喜欢待在他的同温层之外，然后他这个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是专注在说他个人眼前的事物之中，他比较不容易会去留意到可能哪些地方需要去改变，或者是说是不是哪些地方是他的一些的缺点。那这缺点都是必须要人家来跟他讲，那他自己比较不会去发现到他的缺点。所以这个人他唯一不好就是自省可能比较不会，除非有人跟他讲说你这边不好，可是人家跟他不好的那个部分是必须要有明确的
建议，就是要有建设性。如果说只是你不好，他可能不会听进去。但如果说你要怎么改会更好，或者说你这么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跟后果，那怎么样的改方式可能可以比较符合到你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他来说啊，他就想要听进去，或者说他就想要去试试看。然后他这个人本身呢，也是比较容易只会看见眼前的事物，他比较不会去想到太多背后的事情。这可能跟前面的几组会不太一样。就这一组的他反而会是比较看是眼前的东西，他不会去看到说背后可能隐藏的一些的危险，或者说可能在背后隐藏一些更好的优势，或者说在隐藏起来更多更好的人事物之中。就是说他非常的容易会随波逐流，或者说只会去看到眼前可能对他来讲是有利的东西。对，所以他通常就只会是活在当下。这活在当下更像是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啦。你要说叫他脱离舒适圈去变得更好吗？除非是他变得更好的那个是有他熟悉的人，那你要叫他换环境这种东西，或者说到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陌生的领域，他会蛮抗拒的。对，所以这个人本身他会比较是顺应着世俗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方向走。对，如果你要让他去有点违反了原本的世俗社会价值观，或者说自己一直在成长的经历背景所带给予他的意义的话，蛮困难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我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杨就先把这个牌给收起来。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就来透过塔罗牌中来看说，透过你们之间相处，来看看对方他到底有多么的在意着你们。好，我们来抽牌咯。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一张皇后。好，那皇后牌呢，就代表说，其实对他来说的话，其实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之中，他会也是蛮希望说，他会尽可能的可以照顾到你们的需求，或者是说他可以主动的去好好的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他也不希望说这段关系里面会有一些太多的争执，或者说有太多的吵架，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然后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呢，洋洋会认为啦，他本身会是属于，虽然他也会希望照顾你们，但他看起来更希望也可以被你们给照顾。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在一个比较平衡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当他付出了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希望你一定要能够做到出那个程度。可是那个程度的话，两个人之间的定义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洋洋会反而建议你们说，可能在对于彼此之间的相处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的话呢，对方他应该平常也会提出来，然后他会试着去引导着你们。所以当他试着提出来，或者说试着去引导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尝试着去多聆听一下对方他的声音，或者是说对方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的本身的期待是什么。因为如果说像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总是都是由你一个人去做主的话，他也会不开心。那如果说总是都由他来去做主，都由他来去做控制的话，那么也不是他所想要的。所以呢，就也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尽可能的双方之间都是要在一个平衡点，然后都要去留意到彼此之间在对说这段感情里面，这段关系之中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因为他其实都有留意到意识到说，其实这段关系会有一些的摩擦跟争执点，是两个之间可能都比较不愿意去面对的，然后都会是比较容易去忽视。可是当选择用忽视，或者说比较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话，那当然关系中的裂痕就蛮容易会继续存在着。那一旦继续存在的时候，就也容易会让关系变成比较冷漠，因为他其实也蛮不希望让你们关系有点冷却。可是洋洋会认为关系里面看起来
对方对你们的态度有一点比较偏向是朋友的方式，那没关系，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节制。那节制呢，表示说其实对方他会蛮渴望跟你们之间是有一个心灵上的沟通，或者是说跟你们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除了平等之外呢，双方之间都可以把自己一些心里面的不开心、不愉快都可以说出来。所以当真的有不愉快的时候，他会希望当下就要说，有的人是适合事后再说，但是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希望是当下就要说出来。可是当下说出来、表达出来的话，会希望不要有冲突，就是两间可能有情绪，那当天当下赶快去解决，然后先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平缓的时候，然后两间就要心平气和的静下心来讲。然后这个人的话，他其实也还蛮常会去思考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定义，他要以什么样的方向来去经营着。所以关系里面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他其实一直在探索着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关系是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这个人他对于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说会希望先从朋友开始。一开始跟你们很热络，他确实会有点晕船，看起来这个一开始是真的对你有晕船的状况。可是当时间久了，或者说当可能认识更长远了，他反而从里面有点慢慢去醒过来了，然后也算是说开始逐渐的去意识到必须要去面对到现实。所谓的现实就意味着说，其实两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的那个期待值，那个期待点开始渐渐的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当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们就确实也很难的可以完全的掌握得到对方。所以目前的你们应该算是来说相处上面不会到太差，只是你们好像有点抓不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对他来讲，关系里面他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状态，然后两之间就是如果可以无话不谈的话，那当然一定会是最好。可是你要说到对方他真的愿意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吗？有人会认为可能会比较难，但是他会蛮愿意听你们讲心事，或者说他会蛮愿意听你们到底在可能人生之中有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呢，这个人他本身还蛮喜欢跟你们聊天的，因为他也觉得说，其实跟你们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对，就是或许来是因为他这个还蛮喜欢透过聊天的方式去成长他自己，然后去意识到说可能他自己有哪些地方是不够好的。好，来继续往下看。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五，那钱币五就意味着说，对他来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是争执摩擦的那段期间之中，你们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跟态度的话，有的时候让他蛮心寒的，有的时候又让他觉得你确实有时候讲话是对的，但是可能你们在表达讲话的方式上可以再修饰一点，因为你们有时候可能真的伤到他的内心的他的内心那个脆弱的小心灵，因为他蛮希望说关系尽可能的是可以比较不要有那么多的摩擦，可是又会因为你们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还蛮容易会用你们觉得对的方式来跟他相处，可是却好像没有去意识到，或许他不喜欢这个样子，或者是说他希望两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不要到那么的紧张，对。然后有时候你们可以多听听看他到底怎么讲，他怎么想，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看不出来说到底你们真正相处状况是如何，只能看说他其实在你们相处的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的心态他的角度是什么。因为其实看起来他的角度洋洋会认为他会觉得有时候蛮绑手绑脚的，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就是他会
蛮喜欢呐、就说两人之间可能真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愿意一起相互陪伴着彼此去度过，或者是说去跨越，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比较冷淡的那段期间，然后比较没有交流的那段期间，你依然还是保持着你的热情，或者说你还是依然保持着你的态度，所以有时候会让他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觉得其实是可以蛮轻松跟自在的，对，因为他会认为你会，就算他可能真的没有很努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也会因为有你来去经营着。那当有你去经营的时候，他就不太需要动脑袋了，然后他就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让他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可以去放松的下来的，这样的相处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比较有在吵架的时候，好像其实都是你会愿意去低头，或者说你愿意去包容他的缺点，所以呢，他就会认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不会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再去面对，然后两人之间就是你又能够陪伴着他，可能生活中的很多的低潮的时期，所以他就会认为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其实相处上来看的话，跟你们之间是好像比较能够看得到未来，或者是说相处上面的话是真的蛮和谐的。好，来看到抽到的是圣杯三。好，那圣杯三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他更加的喜欢是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包袱，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犹豫，或者是说两个之间是真的能够很轻松自在，就是他很喜欢两个之间就是没有任何的包袱的情况之下相处的那个过程跟那个当下。可是当然我们在面对于感情的话呢，这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因为没有暧昧。因为爱情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暧昧，那但如果说你们是在稳定交往中的人，就也不用太担心，只是要留意一下会不会后面变成家人。那如果说先撇除掉已经交往中的人，以一般情况下来看的话，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相处，很明显的就是对方本身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更加喜欢的是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的那个当下的愉快的氛围。所以那确实当他觉得可能心里很难过啊，或者可能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想到你们。可是如果说当真的要去谈一段感情，或者说要有那种暧昧的感觉存在的时候，有人会认为啦，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他心里面呢，就是只有着你们这段关系里面那个朋友之间的感受，对，所以反而会觉得说，其实这段关系真的要说谈到感情的话，其实也如果说认真讲的话，也是会有，就是在你们俩之间可能有争执跟争吵，或者是说两个之间观念比较不合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两之间稍微有点冷战，或者说两之间的相处稍微有点冷淡冷却的时候，然后在复合的这个期间，或者说那个瞬间，那个谈话的过程里面，只有在那个时候，对方他才会感觉到有暧昧的感觉，要不然在以平常来说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并没有。对，在平常不管你做了什么，他都会觉得其实你好像只是把他当成朋友对待，或者是说你只是觉得他很好相处，或者说你只是做你觉得是朋友的事情而已。可是其实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啊，因为你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因此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件蛮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他这个人可能本身有点，可能第一个是后知后觉，或者是说他可能认为两之间可能真的蛮适合当朋友的。对，因为他就很喜欢跟你们在那个相处愉快的过程。那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先往下看，到底对方对于你们的感情是什么？因为看起来
目前呢看是有点眉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宝剑六。宝剑六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他其实一直以来，可能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呢，你们应该是有疗愈到了他一些在心理层面的一些的伤痕跟伤痛，或者是说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是能够有一种被照顾到的心情跟心态，然后有一部分的人他会觉得你们俩之间算是同病相怜，对。可是洋洋当然不知道说你们到底是真的有同病相怜，因为就是蛮明显，就是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有的人是可能是同性啦，对。如果说你是同性的话，你们要再留意一下，对方到底是真的喜欢同性吗？还是说他对于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异性的话，你们要留意一下，说对方他到底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他的担忧程度到底是什么？因为蛮明显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有时候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太过于去隐藏他自己了。可是当他隐藏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有点不小心表错态。可是当他表错态的时候，其实也蛮容易会去伤到你们。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选到这轮你们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对方他对你平常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看起来就有点不太妙啦。也不能说他把你们当成工具人，对，我们不能说他把你当成工具人，只是因为单纯是对方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之中，他会有一种那种很放松的感觉，然后他会蛮喜欢跟你们可能去旅游啊，或者是说蛮喜欢可能跟你们有一些互动，或者说蛮喜欢可能跟你们去一些地方。那有一部分就是可能这个人还蛮喜欢跟你去吃美食，或者说可能去拍一些完美的照片。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如果以上都没有，表示这个人很喜欢跟你聊天，他觉得跟你聊天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然后可以从你们身上找到他觉得是他可能所缺乏的东西，或者是说他本身可能很需要去改变的地方。所以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你们在这人心目中有点像是说一个心灵上的导师，或者是说比较像是可能可以一起去冒险，或者是说一起成长的对象。所以有时候他可能面对于你，他会觉得两真是灵魂伴侣啦，但对你来说可能是双生火焰，因为看起来你们好像还蛮痛的，不知道为什么洋洋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其实跟人相处，你们觉得心真的很痛，你们会希望对方理解你们，你们会希望对方可以为你们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但是很明显是对方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他有点缓慢不知道是迟缓还是缓慢，你们的认知啊，所以你们可能才会对说这段关系想要去多了解。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恋人，这里的恋人哦，天哪，好，就是这里的恋人呢，洋洋会认为比较偏向心灵层面的交流。好，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对他来讲，其实这个暧昧是有的，是存在，就是刚刚讲提到那个瞬间。那瞬间呢，就是指说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心灵上面是有交流，是有相互相通的，是有在精神层面的互相理解。其实这一个人他就想要的，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本身有点对于他的宗教蛮信仰的，例如说是基督教啊，或者是佛教。对，这个人面对于情感的话。好，我们先讲恋人牌呢，本身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恋人嘛，在一起喜欢；第二就是能言善道。那在这边的恋人也会再多给他一点意思，就是说他很重视心灵层面上的一个沟通。对，那如果说这一个人，如果你们真的不小心太过于
照顾到他的心情，或者说你们真的对他太好的话，这个人可能会对你们要求上面会无限上纲，然后会不自觉的把你们当成好朋友或者是说家人对待。你要说日久生情吗？雅会觉得这个人没有，因为他这个人呢会蛮需要，可能对于感情的话，第一个就是冲动，第二个呢就是陪伴，然后第三个呢是新鲜感，还有什么？对，好，反正大概就是先以这三个。杨现在然后还只想到三个，应该还有第四个，但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如果我等一下有感应到的话，杨再跟大家再马上来补充。好，那反正就是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里面呢，他确实曾经有想过说，要不要跟你在一起啊？还是说要跟你交往啊？还是说要让这段关系有更多的机会跟可能性？因为有可能他也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还是说你们其实也有跟他告白过？那所以其实他本来是真的有认真的去打算，有去想过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未来。对，但是后面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的原因，也是在于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很有可能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点越来越没有新鲜感了，对，越来越没有让他会觉得很好奇，因为他可能有点太过于熟悉彼此，所以他就也不太会想要去为了你们可能多做点什么，或者说也不太想要去让你们这段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个不错的方向的发展。那可能对你们来说会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被你喜欢上？就是因为这一个人他面对于爱情的部分的话，他没有办法跟自己太过于熟悉的人在一起。对，虽然好像前面讲的，就是这个人对你很有兴趣啊，对你好像很有魅力啊，因为你们看这边的话已经出现了3张跟风有关的牌。对，那跟三张跟风元素有关的牌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情感上应该说意识上的交流还蛮多的，但是情感上交流，我们目前唯一有出现就是圣杯3，可是圣杯3本身在情感中交又偏向是朋友，对，所以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比较有点困难。我们继续往下看有没有转机的机会，因为我们剩下最后一组了。我们来看看说对方到底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看看对方在相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想法。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皇后。好，那不得不说，其实这个人他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呢，他就是刚前面提到的，他就很重视你们之间的一个交流上的一个程度。然后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如果说你们真的有时候表现出太过于暧昧的话，你们应该会感觉到这个你们对待你们态度上面，有一点像是伤害到了你们的心情，或者是说对待于你们的话，会有一点把你们给冷漠了，或者是说好像没有去太过于留意到你们的想法。其实他有点算是说在装傻啦，就是怎么讲？我怕就是有点怕伤害到你们。反正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面对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他有时候是真的有点说在利用着你们，他想要知道你们会愿意为他付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他也只是想知道，他也不想为了你们干嘛。然后要补充的讯息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们都一直是网恋，还没有见到对方的话，对方是诈骗集团，对，对方不是真正来喜欢你们，对方是来骗你们钱的。可能照片是这个样子，是找某个网红啊，或者说是找某个你可能没有看过的人，也不是指网红，就可能是你们不一定看得到的人。那个人本身就是诈骗的人，所以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好，那如果说你们真的确定对方不是诈骗集团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对方在面对于说你的态度跟面对于说你的想法，他就是真的比较像是以他自己个人为中心，然后
只要不要是能够去牵扯到关于谈爱情、谈感情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他还蛮愿意跟你们聊天，然后跟你们分享他的想法。但是只要关系之中可能稍微有点暧昧，然后你们关系就开始越来越偏向朋友或是家人的话，那他就会比较对你比较冷淡一点，因为这个人他会希望说，在你们关系中的一个走向是由他来决定，或者是说，好像今天三种都是由对方来自己决定的。但是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他会先透过相处的过程里面的两个人之间的想法跟氛围哦，这是三组里面唯一这个洋洋比较不会讲到氛围，所以这一组很明显就是对方会透过相处当下的氛围来去判定他到底有没有喜欢着你们。所以如果说你们一直来都觉得好像不一定跟对方讲清楚讲明白，然后就是待在对方身边，像那种李大人陈幼卿的话，那种跟你们就是一场悲剧。对，反正大家也知道李大人跟陈幼卿那一部的偶像剧后面的结局，最后面是在另外一部有出现，他们的结局是变成离婚，因为太像家人了。对，所以像是这边的话呢，很明显就是，其实对方他有时候会有点感觉到，这段关系有点不太像是爱情，所以他也蛮害怕会失去掉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所以呢，他也会希望说自己真的要想清楚，要非常的确定，因为如果说他做错决定的话，可能会变成两人之间的不幸。对，如果说两人之间用错误的方式去经营一段关系的话，可能会造成之中两个人之间都不幸福，那这不是他所想要的。他会希望说彼此双方之间面对于这段感情、这段缘分是能够谨慎一点，是能够是能够适合彼此啦。那当然，他也是蛮害怕会错过你们，这是真的。只是他更害怕的是你会不幸福，他也会不幸福，所以他现在其实心情上面的话，会算是有点两难的这个状况。好，我们看到抽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呢，在这边就表示说，在他心里面有那个阴暗的那一面，然后那个阴暗的那一面的话，他到底要接受你们，有人会认为说可能有点，你们再给他点时间啦，因为现在他可能面对说这段关系中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有人会认为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对，因为他现在会希望先让关系之间的两个人先沉淀下来，先好好的让你们这段关系可能不要想的太多，或者是说先不要让彼此之间有过度的付出。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说对方有拒绝过你们，请你们要清醒。对，那如果说对方还没有给予你们答案，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在面对感情，他真的不喜欢对方，他一定会讲出来。他会说：“对不起啊，我真的没办法喜欢上你们，或者说我真的不爱你们，或者说我真的不喜欢你们。”他会讲出来。但如果说他真的都还没讲过的话，你们再给对方一点时间，或许对方就会给予你们一个机会，或者说会试着让这段关系有一个相处看看的这个可能性。对，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感情的话，他会不希望有那个模糊的地带，他会希望两人之间的话是能够讲清楚、说明白。对，就是他也不是会给对方那种暧昧的空间。对，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对方真的有跟你们说清楚、说明白的话，你们就真的也不太需要等对方。那其实看起来目前这段关系，对方还在考虑啦，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再赌一把看看，再多跟对方相处看看。可是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心就会一直悬在空中，因为都是没办法得到对方的任何答案，就只能一直等待着。权杖四，那权杖四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个缘分，没办法在一起的话，他会希望这段关系不要分开，不要分离。
然后他会希望这件事可以一直保持着联系，可以继续的相处下去。可是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会觉得蛮不公平的啦，但是他就是会蛮希望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维持相处下去，然后都能够继续的保持着联络，是能够继续的有联系下去，然后关系是能够都一直维持在一个好的这个状态，就表示说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蛮明显就是对方把你们当作像是一个灵魂伴侣。可是对你们来说就是双生火焰，你们其实有没有觉得很痛苦？有没有觉得一直来都跟对方明明就是很要好，然后两个人也很相似，也很难得可以跟一个很聊得来了的人可以那么的贴近，那就是因为他就是你的双生火焰，但对他来说你们是灵魂伴侣，所以两间在对于关系上面就是有蛮明显不同的想法。那当然如果说是诈骗集团的话，那对方只是单纯他比较知道如何去掌握好你们的心情，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就醒醒吧。好，如果说是你们是跟对方还没有碰过面，然后也还没有实际上跟对方面对面，视讯不算哦，一定要实际上跟对方有实际上的面对面的相处。对，视讯为什么会不算？因为现在视讯有的可以造假，对。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然后声音也可以造假，对。那中国的这方面技术很强，超强。因为洋洋有去看过类似这种的网站，对，我洋洋觉得那个有点太可怕了，对。好，那我们来加码给这一组的你们的讯息，我们就分2个选项，让大家看看说浪漫天使神谕团想给予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建议好不好？因为洋会认为这组的你们其实心真的很痛。好，我们来抽2张。好，那洋这边抽到了2张牌咯，那这边要给大家选，这是一个给第3组加码的讯息啦。好，那给大家大概5秒钟时间，你们就凭感觉选。好，那选好了吗？如果你们选好的话，我们就从右边开始好了。好，那右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新恋情，一个新的人选激起了你的浪漫情怀。好，那这句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呢，就是这个人他真的就不是你的，然后会建议你们说可能可以去多认识新的人，或者说可能最近你们认识到新的人，或是有新的缘分让你们有所心动，有可能那个是你们所认识的人，一直只把他当成朋友的话，那就表示接下来的话，反正就是接下来你们会有个新恋情的机会。那这新恋情机会就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多跟对方尝试相处看看，反正就不会是现在你们所想的这个人。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们，可能这段关系就真的不是属于你们的，然后你们也不要太过于执着，可能会对于你们来说会是比较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左边，释放前任伴侣清理能量的时机已经来临。这边会有几种解释啦。第一个，如果说你们是问断联中的人，其实就表示说在断联或是少联系的人的话，这段关系最后面接下来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有可能是永远都在断联。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接下来对方会跟你讲清楚说明白。那如果说你们是已经就是你们还在关系之中，就是还在不管有没有交往啦，然后就是有保持在联系的人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接下来对方应该会跟你明确讲清楚说他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跟想法，然后这段关系接下来应该会有发生一些的变故，或者是会有一些的状况发生，所以你们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因为对方接下来态度上面的话，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的受伤。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神谕卡地方所想给予你们的讯息，这边的话，爱使一切不同，爱有助于治愈过去的伤害，并提供安全感和自我的价值一种的感觉。好，
独自的感觉，独特的价值。好，那这话其实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他应该是讲说天使啊，天使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呢，你们要去能够适应这段关系，或者说这份情感，或者是说这个缘分所带给予你们种种的成长的经历，可能这个不是你们爱听的，有可能接下来这段关系会发生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如果说之前你好像看过杨洋的某一个影片吧，有一个解说，杨洋有点忘记了，就是有讲说，好像是上个月吗？还是什么时候拍的？有提到就说一段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都一直太过于安逸的话，其实对方他后面突然的改变会让你们有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所以会建议说，你们要永远时时刻保持着一个警惕的心，或者说保持着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个人。好像有个影片的某个解说有，如果说你们都只是杨洋都有看过影片，应该有提到那里面的那影片有讲到那个重点，但是杨洋有点忘记那个影片的整个过程，因为杨洋拍的影片有点比较多，所以真的有点忘，但是大概有讲过。所以如果你们都有看的话，可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哪个影片的哪个时间点的环节有讲到，因为杨真的忘记了。反正也就是说，在你这段关系里面，接下来的话，你的人生，你跟他之间关系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希望说你们能够去顺应着、去适应着这改变，因为这是为了让你们面对说自己的感情中的课题跟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好，那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好，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你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请记得你要去看一下洋洋的完整的这支的影片的内容，因为会有更多的讯息，有字卡，还有其他的天使的神谕卡想要给补充会员们的内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